魏先生这边请。Andy， 嗨，谢谢叶敏。好的。怎么了？突然跑来找我？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单独谈一谈。等一下，艾米 ，sorry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好的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给。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，假如你的父母亲还活着，你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证实，你妈妈确实过世了，但是你的爸爸还活着，他还去岱山找过你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他了。他今天也来了，人就在外面前台。我都查过了，他是70年代去的岱山，80年代下海经商失败，然后回到上海读书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，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，估计你也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他知道你姓何，31岁，所有的细节。您怎么进来了？你就是安迪。不是让您在外面等着我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应该让你和安迪先谈清楚。但是我找了这么多年，实在等不及要见他。安迪，我是魏国强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对不起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Andy，你先听。我是上山下乡去的岱山，你的外祖父家是当地的地主，姓何。那个时候，男的娶不上妻，女的嫁不出去，你外祖父只好找一个精神上有点不正常的、外向逃荒的女子为妻，生下了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人，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上山下乡，到了岱山。我以为扎根农村就不会再回去了，于是就和你的母亲恋爱了。后来四人帮倒台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我考去了上海的大学。你母亲鼓励我继续读书，我就孤身一人去了上海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抛弃我妈？安迪，你妈妈她有遗传性的精神病，她爱撕墙上的红纸，有的做成花戴在头上，有些呢，她涂上水抹到脸上。你能被养活，是个奇迹。
我妈为什么会犯病？有一天，他掉到了河里，差点淹死。我当时正好在读大4，马上就可以毕业了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赶回了岱山，照顾你的母亲。她高烧整整1个月，之后就是不断反复的低烧，神志也越来越不清楚。我只好放弃了学业，带着你妈妈四处求医。我们是真的希望她能被治好。当初你要是不走，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这么疯。安迪，也许你会说我懦弱，我自私，但是天天去面对一个疯女人，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，因为你没有见过你妈妈发疯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，内地有很多人都放弃了原有的工作，下海经商。我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，毅然决然地去了海南。一走了就没再回来。那个时候回去一趟不容易，再说我也不想去面对你妈妈。那小明呢？我弟弟小明又是怎么回事？小明的事情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一个漂亮的疯女人，每天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她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？不用我说，你应该想到。就在你妈妈生下小明的当天晚上，就去世了。从此，你也被送进了国立院。安迪，喝口水，快！安迪，我走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你母亲已经怀了你。后来我知道你的存在，我很内疚。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想弥补你。我还没问你呢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生活的？你不必关心我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安迪，过去的很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，比如我当时的出走，还比如你外公30年来一直跟我生活着。作孽的人生，就是丑恶一个接着一个。你们不如意的生活我不想听，我也不想有你这样一个爸爸。你走吧，别再出现了。你要再出现，我随时可能发疯给你看。孩子，我不奢望你的理解和宽恕，
我也不会横加干涉你的生活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和你外公也是不得已之处。有什么不得已能够让一个人连自己的妻子、孩子都不要？别再解释了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你走吧，你走啊！安迪，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对这边的生活了解的很少。我这儿呢，给你带了2本比你年龄还大的书，《自家》还有《孽债》。孩子，你多大？可能会对我们多一些理解。为什么你要这么逼我？你没看我是男人吗？啊！你快走吧，安迪。开着门，安迪。安迪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也是从院长那儿得到的消息才找上魏国强的。我想找到你的父母，给你一个惊喜的。安迪，安迪，你如果不想认他没有关系的，我去跟他谈，我让他再也别来骚扰你了，安迪。安迪，安迪，你把门打开。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这是我们新到的一款特拉维斯俱乐部的雪茄，它的口味很独特，混合了蜂蜜、草本、泥土的味道。喂，是这样的，我找到了安迪的父亲，他们刚见过面。你是说魏国强？你知道？你在哪儿？把地址给我。你以为就你能耐？就你能查到魏国强什么人？没查清楚你就敢把他往安迪面前领？我没想到，我只想给安迪一个惊喜，我真的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你能想到什么？一个父亲这么多年不跟自己的女儿联系，你为什么不想想是什么原因？安迪本来就敏感，
看到他弟弟已经很容易产生联想，现在再加上他外婆跟他妈，他心里面有多害怕，你想过吗？这种血脉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始终埋在他生命里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彻底把他给毁了，知道吗？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做了腊肉饭，我还熬了玉米排骨汤，我去给你拿一份去啊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想休息。哎，哦，那个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别问了好吗？哦，行，我不问。但是我觉得，你现在如果难受，一定要哭出来，千万别憋着。因为我有经验，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我当时特别绝望，就听了那些打鸡血的成功学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初可是你点醒了我呢，所以我还得谢谢你。所以越是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自己待着，你会钻牛角尖的。要不然我去陪陪你。好。欢迎，非常欢迎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跟我说非常欢迎，你还是头一次这样跟我说呢。行，你等着我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安迪是我10几年的好朋友，从第一次看见他我就很惊讶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，那么强还那么单纯，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，周围的一切跟她都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到后来慢慢熟了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她从小是个孤儿，导致她跟人交流一直有障碍。这么多年，她有意的隔绝跟外界的交流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把他拉回中国。但是遇见你，对他来讲绝对是个结束。恕我直言，他现在是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，而你对他的影响，很容易走向不良的一面，就像今天。所以作为朋友，我恳请你离开他，为他好，也为你自身着想。绝不，我是真心喜欢安迪，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。魏先生，或许你不够了解我，但是我却把你调查得很清楚。你这个人心机深重，做生意不择手段。金融危机当中，那么多人遭遇了灭顶之灾，你却能撇开合伙人，独自存活了下来。谭总，你跟我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也很自私。不论遇到任何事儿，你第一时间只会选择自保。而安迪跟常人不同，他的身世让他天生缺乏安全感，甚至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再加上今天你揭开的一切，只会让他更加怀疑自己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你真的不适合他。谭总说这些不光是以朋友的身份吧？没错，安迪这么优秀，对他动心的人很多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曾是其中一个。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我没信心、没把握让安迪爱上我，也冒不起那个险。而你，魏先生，咱们是同一类人。既然没把握承担一切，
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招惹我。你不用拿你自己来衡量我。你不敢追安迪，但是我敢。说老实话，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接受我。可是安迪信任我，那我还有什么理由畏畏缩缩的呢？不管花多少时间，我都要让安迪正视自己，让他接受我。我不会再让他独自一个人。可是发生了这一切，你觉得他还会跟你在一起？哎，你吃了最起码都有半斤的饭了，这比男的吃的都多，太可怕了！你这样吃下去，胃会撑坏的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你也不能再吃了，你这样会吃坏肚子的。谢谢你。啊？你谢谢我？谢我什么呀？我也没为你做什么。安迪，你今天突然对我这么热情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真羡慕你啊！活得那么简单，快乐，真好。魏总电话。你接吧，我先撤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关关，回来了，这么晚就加班了吗？是呀，快要考核了，大家一个比一个拼命。我感觉呀，这考核结束之前，睡觉都成奢望了。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资本家都是吸人血的，每一个毛孔都滴着产业工人的血和泪。哎，你说这话怎么说的跟政治课似的呀？好亲切呀！我原来呢，老是觉得上学辛苦，我现在才觉得，上学真是太幸福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我觉得今天安迪姐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但我就觉得她今天肯定有情况，因为我感觉今天的她跟平时的她不一样。以前我觉得她是高高在上的，一点都不亲近，可是我觉得她今天好亲近啊。原来她跟我们一样，也会有难过的时候，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，也会有遇到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。我就在你楼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看见你屋里灯亮着，如果你要不见我，我就一直在这不走。你上来吧，我给你开门。
Andy， 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贸然去找魏国强，不应该把他带到你的身边。可是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你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，享受家庭的温暖，享受爱情的甜蜜。我希望我能打开你心里的结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我，我希望我们俩能在一起。其实，我去见明明之前我就查过，精神病直系亲属的遗传几率高达46.3%。7点，你说我会发疯吗？你不会，老天爷都让你清醒到今天，他不会夺取你的明天。可是我妈就是后来发的疯。这不一样，你妈妈跟你不一样，她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女人，她没有见过世面，她容易受到刺激。不能心存侥幸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祸害别人，更不能生孩子，不能祸害下一代。反正我这辈子从头到脚就不会幸福了，就要从我这断子绝孙，绝了这个基因。安迪，我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，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或许你就是没有携带那个基因的那个幸运儿。对了，你还有明明要照顾呢，你有责任，你不能自暴自弃。对，我该多挣点钱。设想今后的每一天，我都需要人照顾。我需要为未来的每一天都多挣一点钱。对，安迪，多挣一点钱。安迪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离开我吗？我不同意。你答应了我的求婚，我不能再放你一个人了。可是我外婆、我妈，还有我弟，都发过病。我可能随时会生活在我发病的阴影里。这样的婚事，你父母也不会接受。没关系，我跟他们不说假话，只说有限的实情。是你的情况是很特殊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或许他们会不接受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成年人，生活是我们自己的，最多他们也就心里有个疙瘩，影响未来的相处。与其这样，那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强调这件事呢？这是善意的隐瞒。可是孩子呢？我还有孩子，我们随时都可能有问题。我不希望你活在这样的阴影里。我们可以不要孩子。这对你不公平。我觉得你可以跟魏国强谈谈，他身边一直有一个定时炸弹，而且这个定时炸弹会生出一大串的定时炸弹，他是什么感觉？今天你不知道，他跟我说那段话的时候，那眼神的恐惧，那是真的恐惧，是这么多年都无法淡去的恐惧。仅仅就因为这个，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不能害你。安迪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，我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，我不希望你一再提起这些，于事无补嘛，而且还让我觉得你就想离开我。我要听你的理由，我要听除了这个理由之外，这个理由之外的理由。看着你，我就想起魏国强，和我那些不想想起的往事。你走吧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法面对我自己，我更没有办法面对你。我不希望像我妈那样，把所有的人都陷进泥潭里。安迪，我不接受你说的这一切。
我不能放弃你的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都白说了吗？我们是相爱的。安迪，你给我说完，安迪，你不要碰我 ，please。不要碰我。拥抱像是有了个缺口，我先回去。我只希望你别伤害你自己。我笑着摇头，像最初相遇一样温柔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只剩回忆让我念旧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今天你来开吧，我有点不在状态。我基本上就是个本本族，我平时都没怎么开过车。我肯定比你更脏。我可能会跟魏兄分手。不会吧？小许他胡说八道的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。你们两个那么相配。跟小许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好像看着比我还惊讶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人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。天长地久这种东西，正因为难得，才被歌颂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，就像得了一场感冒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不会的，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建议你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没有误会，我们之间是死结。我今天就当没听过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。但我建议你们别放弃，好人应该跟好人在一起。
安迪早。安迪。哦，谭总好。昨天的事儿，魏巍跟我说了。别提他，也别问我任何事。我需要工作，只想工作。行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失个恋就要死要活，我还没那么脆弱。好，那你忙吧。方秘书，我有事情要出去，时间不定，公司的事情尽量往后推，实在推不开，交给老李。对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小明，你画什么呢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大哥哥，之前跟你姐姐来过的。哥哥，对，大哥哥。告诉哥哥你在画什么？花。让哥哥看看。居然，你忙着呢？哎，您忙。厉先生，来了。安迪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对，他没来，我一个人来的。我就想来看看小明。院长，我能在这待2天吗？我想跟小明住在一起，吃饭睡觉都在一起。我想试着了解他，学着怎么照顾他。难得你这么有心，你做这一切是为了小明的姐姐吧？对，我已经向他求婚了。安迪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，以后终究要跟我们住在一块儿的。其实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学着跟小明相处，找到一家人相处的办法。好，去吧。谢谢。对不起。